一起做梦，重启未来蓝图。半夜12点，夫妻俩在客厅沉默地坐着，桌上有2张简章，一张是孩子的补习班，另一张是他自己想去的甜点课程。你觉得我可以报这个课吗？他问。他看了看时间，低头回讯息。孩子功课都顾不好，你还有时间搞这个？他没说话，轻轻把课程简章收进包包。那一刻，某种东西断了，不是爱情，而是梦想的连结。这不是某部电影的剧情，而是许多现代婚姻中无声却真实的写照。你还记得当初你们热恋时曾经一起想象的未来吗？开一间书店，带着孩子环游世界，一起养一只狗，种一棵树，写一本书。这些梦在婚后的现实冲击下，一个个变成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吧，等我们有钱一点再做吧，等我没这么累再考虑吧。然后一转眼5年10年过去，不是不爱了，是不敢做梦了。但婚姻若没有梦，就像航行却没有方向的船，最终会在日常的漂流中彼此迷失。梦不只是浪漫，而是共同的人生蓝图。很多人一听到一起做梦4个字，脑海中立刻浮现粉红泡泡的画面，手牵手在夕阳下漫步，看星星，谈理想。但梦不只是浪漫，不只是青春年少时的幻想，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的方向感。婚姻不是绑在一起过日子这么简单，而是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的共答。想象你们像2个人划船，若你想往东，他想往西，那这艘船会怎样？不是原地打转，就是翻船。但如果你们有共同的梦，有相同的未来蓝图，即使风浪再大，也能同心协力往前。梦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给现实赋予意义。在资讯爆炸、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里，很多夫妻根本来不及一起做梦，就已经忙着各自幸存。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梦境失联状况，你会不会也感同身受？1. 梦被现实悄悄偷走。他从前想开一家花店，但现在天天面对的是老板的压榨、孩子的成绩和婆婆的碎念。他曾想写小说，如今只剩加班与通勤。日子没错，只是梦不见了。2. 各自做各的梦，无交集。他想移民，他想升官，他想回家乡开民宿，他想买都会区新房。看似都有梦，却是2条永远平行的路。3. 做梦变成一种奢侈，连买菜都在精打细算，哪有空想未来？梦被标签成不切实际，而婚姻成了务实合作社。这样的婚姻表面看起来还算稳定，却早已没有共鸣，没有惊喜，更没有未来感。你愿意再一次牵起他的手，说我们再做一个梦吧？我们常以为一起做梦是年轻时的特权，但其实最动人的梦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。有对中年夫妻在经历一连串人生重击后，孩子叛逆，事业下滑，关系疏离，几乎要走到离婚那一步。就在一次夫妻辅导中，辅导员问他们，你们现在最想一起完成什么？他们愣住了。10年来，他们从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沉默许久，太太流着眼泪说，我想和他一起盖一间安静的小屋，在屋前种花，在屋后养鸡，不为别的，就想安安静静和他过日子。那天之后，他们开始重新携手，一点一点存钱，重整生活。5年后，
他们真的完成了那间安静小屋，不是豪宅，不是退休梦，而是重新拥有一个共同的蓝图。梦不需要宏大，它只需要我们一起。婚姻里，什么是蓝图型关系？蓝图型婚姻关系，与其说是一种状态，不如说是一种选择。我们选择不只是处理眼前的生活，而是共同设计未来。具备这样特质的婚姻，通常会有以下3个特点：一，有一起期待的事，不管是孩子的成长、一次旅行、一次转职，或是共同的侍奉目标，只要有一件让我们期待的事，婚姻就有向心力。2，愿意定期对焦梦想，就像公司会年度盘点方向，婚姻也需要每半年或1年彼此重新确认，我们还在朝同一个方向走吗？我们还想过彼此想过的日子吗？3，把梦想具体化。梦若只是停留在口头，会被现实消磨，但若开始一点一滴的实践，例如存钱、学习、规划，就会像盖房子一样，有蓝图、有工期、有进度。一场不再遥远的梦，从今天开始。或许你会说，现在的我们哪还有资格谈梦，连话都讲不到几句，连孩子功课都处理不完，每天都在为柴米油盐争吵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更需要梦。梦不是奢侈品，是婚姻的维他命。梦是让你们重新连结的起点，梦是让生活有温度、有动力、有光的源头。所以从今天起，邀请你再次问彼此，如果什么都能实现，你最想我们一起完成什么？也许是一趟旅程，一次学习，一个未完成的计划，或者只是一个我们可以变更好的想象。然后就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，朝那个方向前进。结语，你们的蓝图可以重新绘制。婚姻不是一张画完的图，而是一块还没雕完的石。你们不是已经定型的2个人，而是可以重组、重建、重启的盟友。未来不是命运决定，而是你们的梦塑造出来的。你们可以重新画出那张属于你们的婚姻蓝图，那里有你们的身影，有彼此的呼吸，有未来的光，而最重要的是，有一颗不再孤单，而是一起做梦的心。